田宅宫，田宅宫哦，在我们的四化派很重要。田宅宫为什么？田宅宫其实有另外一个讲法，叫做四同命宫。什么叫四同命宫？就是说，其实田宅宫跟命宫差不多啦，叫四同命宫。所以其实田宅宫被冲的时候，就好像你的命宫被冲。所以田宅宫被冲的时候，也代表说有很大的问题会发生。所以紫田线被冲叫灾厄线，会发生灾厄。刚有个死亡嘛，紫田叫灾厄，四同命宫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在外面辛苦工作，忙忙碌碌，有没有？先去外面，然后呢交朋友，然后上班工作，田宅宫嘛，对不对？最后工作结束了，回到家里面休息，就是到田宅宫。所以为什么叫四同命宫？田宅宫就好像我们这命宫人寄生寄托的地方，就是家里面田宅，所以叫做四同命宫。所以命是主动，在外面活动的时候是以命宫为主，可是因休息的时候不动时候的命就是田宅宫。所以呢，只要田宅宫一被冲，代表什么？就没办法静下来，你这个人没办法休息啊。简单讲是没办法休息，没办法好好的在客厅里面这个泡着茶，翘着脚看电视，没有办法。田宅宫被冲就要动，代表灾厄的一个状况。所以田宅宫其实也蛮重要的哦。田宅宫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财库。我能办法赚钱，没有办法赚钱赚到钱够能够买房子，就是田宅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叫财库。我们看看田宅宫这个人怎么样。田宅宫有先天化权，再加自化都是好的嘛，对不对？这禄权嘛，代表什么？财产不错啊，家产不错，有可以大又可以多，对不对？权就是大，禄就是多嘛，代表什么？房地产有很多房地产。如果单看田宅宫这个固定的叫福相，生年四化叫福相，福在那边的相，就是我们如果四化派的名字叫福相，是不错哦，这个田宅宫的福相是不错。所以我这边讲说，此相为好，表示能住空间大的好房屋。还有呢，会将房屋做公司店面经营的事业。这个人也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他很熟嘛，因为他公司风水都是我去看，他住家风水也是我去看的。他在高雄有一间房屋，一间房屋，那个房屋他跟他弟弟一起在那边做生意，就是开店的。但当然他不止一个店，说高雄的房屋，所以他确实是有将房屋做公司店面经营事业的一个状况，是有的，而且应该就是在这个运开始。再来飞出巨门化忌入奴仆宫，我讲过嘛，这个福相我讲过，我们其实四化派最后还是要看化忌，才能判定最后的好坏，这些都是虚的。你要化忌好，才最后这些都是留得住。这些相最后化忌不好，都是虚的，过往云烟是没有用的，留不住的。飞出巨门化忌入奴仆宫，对不对？如果以田宅宫字为体用，这是什么？命宫、兄弟、夫妻、子女、财帛，这是不是田资财？房地产的财，财库的财。所以这一冲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家中没存放钱财，因为田之财被冲了嘛。田宅宫自己的化忌冲田之财，代表家里没有存放现金。兄弟宫如果以财的观念叫做现金位，你们要记得，如果兄弟宫在算命来讲，紫微斗数算命，它代表现金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田之财，代表现金位，好像说在家里面放的钱就是现金现金。好，还有呢，会有小偷闯空门，为什么？被财帛。为什么小偷？因为巨门，巨门是暗星，就代表小偷。就有人问我说，有些人问我说，老师啊，那紫微斗数能不能看说家里面被闯空门？可以，
当然可以看，就是巨门星、暗星、主小头。当然还要组合啦，比如说假如有擎羊会破坏，再加上一些小星，擎羊代表带刀嘛，破坏。进来偷偷把家里面台破坏掉，比如说把门破坏掉，加擎羊。还有呢，卧室床位不利，风水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兄弟宫就是床位，卧室的床位，就是我们数号派，我们不是对，我们数号派紫微斗数一样，可以把这个12宫依据田宅宫做体宫，可以把这个12宫变成是家里面的什么什么，比如说走廊、主卧室，这个卧室，什么孝亲房，这个活动什么游戏室都可以看。为什么可以看这些东西？因为我们紫微斗数可以占卜，紫微斗数可以占卜。后面我们的高阶班会讲。那你要占卜，就要知道这些宫位的运用。比如说今天杨先生讲的，刚才有讲的东西不见，猫不见，可不可以用紫微斗数占？可以。占的时候，知道他躲在房子的就田宅是坐在哪个宫位，知道他能躲在哪里。比如说厕所，或躲在什么这一个比如说主卧室、床底下，就是要透过这个宫位的运用去占出来。所以记得兄弟宫如果在田宅来讲，它是属卧室床位。那现在既然卧室床位被化忌冲，就代表卧室床位风水有问题。还有呢，夫妻在卧室里面会吵架，为什么吵架？因为巨门，巨门主口。在前面我在教基础班有讲过，巨门跟吵架有关，不知道你们还没有印象？吵架有关，所以说在卧室会吵架。是不是这样？确实是这样。我就应该讲，因为他的状况我很熟，我很清楚他的状况是怎么样。教到现在，其实我每个教的东西都有用在上的课程里面的东西都有用，只是你们要去复习。我不会教那种没有用的东西，都教有用的东西。比如像巨门就跟吵架有关。好，如果以户为体用来看的话呢，表示什么？兄弟跟母亲比较少来家里面，为什么？因为冲兄弟宫，兄弟是不是兄弟父母？所以家田宅是家嘛，家跟兄弟父母无缘，冲就是少，无缘嘛，所以这边就断说父母跟兄弟少来自己家中，就是依据这个断出来的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你们看，光一个田宅宫可以断这么多事情，都是在宫位的转换上去断出来。所以你们宫位转换一定要很清楚、很熟悉才可以